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底细。什么大厨？你会烤什么全羊啊？啊？你不过是个专门融化赃物的，偷金偷银的贼！我砍死你这个贼！砍啊！让他砍啊！让他砍我！不是人，不是砍我！他砍我！对，过来！借酒撒砍我呀！砍死你！你们放开！让他来砍我！八蛋！让他来砍！你个王八蛋！砍呐！放开我！你们让他来砍我！让他砍呐！啊！我要砍死那个王八蛋！他能不能砍我？别生气！哎呦，等让他砍！来砍！来，康大人，我敬您一杯。来，你少给我加信心！我回国了，你不是正好可以再找几个可心的靠上照顾你的生意？真喝醉了是吧？谁喝醉？理你！你看看，啊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平日里嘴里亲哥哥的叫着，我在你那儿能不能排上17、8号都不一定。除了黄的、白的，你还认什么呀？没本事就别跟我喝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别以为你借着酒疯就可以在我这胡打乱闹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你看啊，看看，这不是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们都不是爱我的，你们只是爱我的官位，爱我的钱罢了。哎呦，这酒也别喝了，快把这个醉鬼弄回房间去。正是大人，我看您喝多了。你也别装好人，你看看你，这一晚上你嘴都合不拢了，乐的。我告诉你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刚爬上副使的位置，又盯上了我这正室，不，我告诉你，你放心，我下台回国，这个正室的位置也轮不到你。这都什么嘛？啊，谁做正室，谁做副使，都得听国王陛下的，由不得我，也由不得你啊！我心里难受啊！你们这些人都在骗我啊！你们都在骗我，你们都在哄我，可你们也不醒醒。这美酒，这家人，这美好的时光，又有哪一样能留得住？啊！你们自己也不过是在互相欺骗。我们都被这长安的繁华和虚幻欺骗了。还好，马上我就要跟你们跟这虚幻的一切永别了。好了，大家没事了啊！我看这康大人啊是舍不得我们，心里难受，正借酒消愁呢。没事了啊！阿德，快去把大人扶到房间去，快去！哎，大人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走吧，大人啊！你滚开！阿德，哎呀，您这样，你个偷鸡摸狗的小贼也配来劝我？大人，你给脸不要脸了你！干什么呀你？踢老子！有本事你跟老子真刀真枪的干呐！来，行了，阿德。来，干！哎呀，你干阿德，打死你！我等着！好了，大人，你等着呀！干！快去等着来呀！让他来！大人，让他来！你疯了你！都别理他，让他一个人疯光了算！都散了！等，什么就散了？啊？什么散了呀？我刚才说错话了。说我们大家都在这骗你哄你，那我们都走了算了。不，我给你们大家赔罪，我给大家赔罪。如果我刚才说错了，请你们原谅我，原谅我这个有口无心的粗人啊！我是被离别的痛苦迷住了双眼，我求你们不要夺走我最后欢乐的时光。
哎，音乐，音乐，跳起来！来吧，美人们，来吧，让我们跳起来吧！不管是你们虚情，还是我假意，我们都不要停，跳起来！今天晚上，我们只要音乐，要舞蹈，要疯狂，因为我们是康国人。康国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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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国人。让我们陪他一起疯吧！来，继续跳，看我跳的怎么样？你也来呀，你也来！没大人，看我跳怎么样呀？挺好的呀，就是来，我们继续做我们的。哎呀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休息。好，喝点酒。韦姑娘，这些胡人真是不可理喻。你不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快乐很容易吗？喜欢吗？收到的话，告诉我一声。微微兮，志不在高山；潺潺兮，志也不在流水。公子腿好些了吗？那你看呢？有姑娘的琴声每日愉悦耳目，想不好的快都难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就是真瘸了，我也是世上跑得最快的瘸子。公子快莫说笑了，这事儿真是毁死我了。公子要是瘸了，我如何赔得起啊？哦，如果柳姑娘真心要赔，我倒要想想，让你赔什么。你那些学生呢？怎么今日都不见他们？今日逢午，他们和家父一起去洛水边会琴，祭拜洛神去了。唉，那些庸常之资，面前有影的家人教他们尚且弹不好，河里没影的女神，怎见得就能保他们琴艺大进呢？公子这张嘴真是太不饶人了。没有，损贬，还不是为了夸人？想必公子也是懂琴之人。不敢。舍妹倒也是学琴的，我在旁边胡乱听得了一些。刚才什么志不在高山流水的，让姑娘见笑了。哪里？世人都道伯牙子期是一段千古知音的佳话，公子却反解此曲，想必别有见教。琴就是琴，直抒胸臆就是好的。所谓知音，无非心意相通罢了。若以琴声硬去比拟山水，就是落了下品。去伯牙子期之境，远矣。
公子且听此曲。有位佳人临水独照，虽取在水一方的古意，其实心高气傲，又恐高处不胜寒。公子在听此曲。都说凤求凰，其实是凰恋凤，比翼双飞。恭喜柳姑娘，好姻缘已经临门了吗？公子听错了，公子胡言乱语，不理你了。哎，流水，此曲虽写高山流水之意，你却当另作结语，才可语出惊人。哼，原来你是有高人指点呀。你家小姐有没有说请我过来何事啊？没有啊，公子还是自己去问吧。哦，请。谢谢。婉儿姑娘，啊，你找我有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病中无事，随手画画，让你见笑了。画得不错，潘公子的才华，婉儿不得不佩服。你的好意我也心领了，只是我还发现了这些，不知公子是何意思？流水，此曲虽写高山流水之意，你却当另作结语，才可语出惊人。我可以解释的，不过可否先把琴谱还给我？潘公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可否给我这个笨人解释一下，你来洛阳考画院，为何带着有人批注的琴谱？你先还给我。你解释清楚，我就给你。哎呀，你的腿。
对不起，我的腿本来就没事，就连上次的意外都是骗你的。不过婉儿小姐，到现在你都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有一个妹妹，她自小爱琴，怎奈得了一场重病之后，她就瘫了。自此以后，只得每日坐在家中，除了弹琴，再无其他欢乐。她一直想拥有一张好琴。得知姑娘家里有一名琴叫奔雷，就央求我。我本想出重金求姑娘割爱，可人家告诉我，琴人视琴如命，断不会相让。我没有办法，小妹实在是太过可怜了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本想借姑娘为我的腿心怀愧疚之际，张口相求。可是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公子为何不早说？那时尚未见到姑娘的人，也未曾听过姑娘的琴。直到见了、听了，我才发现姑娘的人和琴都是并世无双的。所以割爱的话，就再也不敢说出来了。本来我想就此告辞而去，可我心里又舍不得，所以我假装腿伤未愈，就算多逗留一刻，再多看你一眼，我心里也是快乐的。和公子在一起，我也是快乐的。本来那张画我想画好之后送给你，留作纪念，然后就走。不想今天姑娘见到了这琴谱，也好，就当我带我妹妹做了姑娘一回知音吧。公子，你别说了，你等一下。你这是？与令妹虽未曾谋面，见了公子的人，也可想见，定非凡俗之辈。把奔雷琴托付给他，也不算是明珠暗投。这怎么使得？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刚才公子说，在此多留一刻也是快乐的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此话天地可见。那公子留下来和我学琴吧。啊？以公子的聪明才智，1年之内定有所成。这是为什么？家父别无所求，只因我家世代操琴，如有婚聘嫁娶之约，也须是能操琴的。哦。公子，在下当然求之不得。婉儿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在照你的画作。知道。
我知道。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婉儿，婉儿！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大家都睡了。哇，这些胡人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啊！今儿又是哪儿弄了这些葡萄酒来，在此混闹啊？不是了，是康连城大人过生日，连带进行。过几日他就要回国了。哦，康国来的那个正使啊？哦，这我就放心了，好歹他手面阔，不欠饭钱。不欠饭钱，欠人情。今晚他喝多了胡闹，得罪了不少人呢。哦，你去吧，我上楼一趟。好吧。阿德？哎，阿德，大半夜的上哪儿去啊？于大人，我去方便一下。怎么上1楼的茅房啊？大人，这里近嘛。哎呦，什么东西搁在走廊中间，疼死我！死人啦！我发誓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昨天晚上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出这种事。他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康国驻大唐的正使，现在不明不白的死在你店里，你居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这店里出了人命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这店也有你的一份。喂，哎，小声点，行了，我这不是着手查了吗？啊？哎，你给我说老实话，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腿？哎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哎，不过我发誓啊，真的跟我没关系，大人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。怎么回事？康连城那个花心鬼不知道在哪惹了风流债，死到哪儿不好啊，偏偏死我店里。哎呀，真倒霉！我招谁了？啊，你给我去看看啊！哎，去看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急，别往前，别往前，哎，往后退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死的呀？哎，怎么了？康正使死了。哎呦，这昨天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人头找到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这现场怎么成这个样子？怎么这么狠呢？你这是？哦，哎呀，我来的时候天还没亮，我怎么能看见走廊里躺着个没脑袋的？我当时拿着这东西来找古大厨，被他绊了个大跟头，沾了一身血不说，东西都差点摔了。哎，对了啊，你们也是，你们酒店里这么多人，眼皮子底下死了个正使都不知道啊，居然是我一个刚进门的发现的，这事儿也太蹊跷了吧？我看你们当中
说不定就有凶手。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大人，都睡着了。大人，您看，这是从后院发现的。凶器！这不是大厨的厨刀吗？我认得。哎呦，你瞎说什么啊？哎，就是啊。谷大厨，你怎么解释？这大人，刀是我的，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好啊，谷大厨，你昨天晚上和他吵架，说是要砍死他，你真杀了他吧？啊，不是杀人了，杀人了！这不是我，哎呀，这不能乱说话呀！大人，我跟他昨天是吵过架，我是说砍，可我没真砍呐。那刀你怎么解释啊，大厨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和他是吵了架，就回房间喝闷酒去了。谁知道这死鬼他躺这儿了，他呀？谁能证明你啊？起码这些人里，你杀人的动机是最大的。哎呀，大人呐，大人你听我解释啊，他昨天夜里呀那是借酒撒疯啊，我不过和他吵了几句，说了些解气的话。大人，那你要这么说，阿德还有杀人念头呢？哦。哎，大厨，你撇清自己，你攀上我干什么呀？哎，你敢说昨天他没踢你一脚？你当着众人的面说要去抄家伙，让他等着。哎，有没有此事？对呀，这些你都看见了。昨天晚上不是你到我房间气呼呼告诉我的吗？好你个谷大厨啊，你卖我呀！那又怎么样？那你就说我是凶手啊？好了，我没杀人。别打了，你们两个住手！你们都说说，有没有此事？有，确实有这事儿。哎不，你看看，不是，你们大家用脑子想想好吗？阿德他这么一个小个儿，康连成比他高那么多，这一小个能把康连成杀死吗？这不合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替他证明，一定不是他。你替他证明，谁替你证明啊？哎，戴尔斯，你神气什么呀？怎么冲我来了？长史大人啊，于赞，这位是康国副使戴尔斯大人。副使大人，下官右接使于赞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昨晚散席的时候是你亲手关的大门，而那时候正史大人正被人架上楼去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的脑袋还在自己身上，所以这个酒店里所有人都有嫌疑，也包括你，老板娘。你在查明凶手之前，所有人谁都不得离开。哎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我跟他无冤无仇的。碧莲姐，你和正史大人之间不能说只是同乡关系吧？是，那我就更没道理杀他了。有没有杀他的理由，要查过以后才知道。薛长史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除了去金吾卫找你，我已经派人向你们的礼部递去呈文了。你们朝廷必须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副使大人，出了这种事，我们都很痛心。不过请相信，这绝不是我们大唐朝廷的本意啊！我们一定会全力缉凶，尽快给使团上下一个交代。于赞，在，这可是你的地盘啊！是，下官明白，从速破案，一定从速破案。于大人，你说的从速是多久？10天。本来7天之后，我将陪正史大人启程回国述职。如今我只能带回一具连头都没有的尸首，你让我跟国王陛下怎么说？7天呢？哼，反正7天之后，我要按计划上路，还要带上凶手的头。记住啊，真凶的头。下官明白。好，薛长史，我们走吧。副使大人，请。哎，等等。副使大人，你刚才好像说昨晚出现在这酒店里的人都有嫌疑，谁都不能走。当然。那么，你好像从这里放走了一个人。谁呀？谁呀？你自己啊！我们大家都看见了。什么？昨夜你可是和正史大人一块儿来的，一晚上你都在喝酒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就留宿在我隔壁的房间里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对。哎，我证明，昨天晚上他也在场，而且他还睡在这儿，你也有嫌疑。没错。我有什么嫌疑？
就是有。我是康国副使，难道我会杀正史吗？会不会要查过之后才知道？起码我们都听见了。康连成正史昨晚上说，有些人不要野心太大，刚刚升上了副使，又开始盯着别人正史的位子，就算有一天这位子空了出来，也轮不到你，有没有这话？大家听见了吗？听到了，听见了。就是这么说的。对，是有这话。我越看你越像杀人犯。够了，薛正史，我要抗议！这些都是正史大人的醉话，他们居心叵测啊，想污蔑我这个副使。哎，我们只说嫌疑，并没有说就一定是你副使大人干的。你着什么急呀？除非你并不是那么想抓住真凶，要么就是心里头有……我不跟你们废话了。薛长史，请和我一起去面见贵国礼部堂官，我跟他们说。既然大人这么说，就是执意要走了。你是外国使节，我们当然不能强留你，但大唐律上并没有说外国使节在大唐杀了人就可以免罪，哪怕他杀的是本国的长官。你血口喷人，你到底是谁？在下韦若昭，只是于大人手下小小的一个文书，不过说了些人之常情而已。副使大人，你真的要走吗？薛长史，你怎么说？你们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了，要扣留一个外国使节？就是很可疑。真不能。副使大人，这哪能呢？您想走就走，我们照样查案子。不过我为您考虑，要是您留下来全程参与，我们找出来的凶手是不是真凶，您不也好有个鉴别吗？再说万一哪个奸人想洗脱了自己误攀您，您要是在，不也好当场戳穿他吗？毕竟像韦姑娘说的，大唐律并不赦免犯杀人罪的外国人，哪怕他是外国使节，这点可不能让人利用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没错。这好吧，我就留下来，好好看看你们如何查这个案子。贵国有句话，这就对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谁也别想把脏水泼在我身上，或者想什么找人顶罪的歪主意蒙混过关。如此最好。于大人，那就7天为限，我就这么上报了啊。明白。诸位，拜托了，拜托了啊！张使大人慢走。各位多事之秋啊，出了这人命关天的大案子，不得已只好把各位都留在了这里。在排除各位的嫌疑之前，谁也不可以离开这荣枯酒店。本大人虽然与各位大多是旧相识，但你们也都知道，办起案来，本大人最是铁面无私的。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杀了这位康连成康正史，最好还是赶快自首。没有？那好，若是让本官查出来的话，到时候就别怪我无情。你们都坐下吧。副使大人，请。老许，那你先说说，在尸体上你发现了什么？哎呀，你们都认识这个康连成吧？可是我到现在其实还都不认识他，因为脑袋没了，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儿。从尸首看，他是个胡人，约莫40岁，男的。我听说他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种子，这我倒没看出来。老许，别净提那些没用的。显而易见，他死前喝了不少酒，而且我能肯定，这位正史大人他喝的一定是康国最好的葡萄酒。老板娘，是不是啊？
没错。哎，不过这酒可是他自己带来的，是我国刚刚运来，专供使团招待用的。那就是喽。我最好这一口，一闻就知道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些酒没都喝光吧？这在哪儿放着呢？啊？好像这酒还有半箱吧？对，有。厨房还有半箱呢。哦，老许，你问这干什么？回大人话，我得问清楚了，以便大人取来好查验呢。哦，好，先往下说吧。他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午夜子时到酉时之间。哎，你如何知道？您身上的血迹啊。若不是子时到酉时，而是您发现尸体的卯初时分，死者的血刚刚流出来，尚未凝结，您就会跌进一大滩湿湿的血里，您身上就沾的不止这些了。同理，要是死的时间再早一些，就算您在地上的时间再长一点，您的身上也沾不了多少，是吧？至于这杀人的凶器，我可以确定，就是这把厨刀。我已经查过，这刀头并不甚宽，用来切人的脖子得反反复复割上好几刀。我比对过尸体上的刀痕，与这刀头是完全合得上的。大人，您要不过去看看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看我干什么呀？干了就是干了，没干就是没干。我杀他干什么呀？真是的。这案发的地点嘛，也很明显，就是在2楼康连城所住的那间客房内。墙上所见的血迹和地下的拖痕，都能说明凶手是在康连城房内将他杀死，又将他的尸体拖到走廊之中，然后才割下他的头颅，悄然离去。只是不知道凶手为何把这尸首拖到走廊中，又为何要割走了这位正史大人的脑袋？也许凶手本想把整个尸体都拖走，后来发现太重，声音也太大了，于是就决定割掉他的脑袋。有道理。哎，还有什么发现？要说起来，我这仵作的活儿，有一大半是围着这项上的7斤半做文章的。现在这文章没得做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发现呢？啊？哎呦！哎，肃静肃静！这里现在是公堂，一切得照公堂上的规矩。来呀，把这尸体先送回衙门去。什么？本大人现在就要审案了。等等，于大人，这正史大人的尸首是否算验过了？哦，算是初验过了。以后案情查到哪里，如有需要还可再验。既然有可能再验，怎么能够送去衙门呢？毕竟现在我们都在这里。要是我们又发现了什么疑点，应该随时可以将尸体取出进行再次检验。况且尸首如果在运输途中被人做了手脚，影响了查案，那这算是大人您的无意之失呢，还是？现在虽说已是秋天，毕竟还不够凉，这案子要查上几日，尸体总放在这儿，岂不要发臭啊？大人思虑的是。不过据我所知，碧莲这里正好有一处地下冰窖，里面都是去年打下的大块冰砖，如果将尸体放在里面，既不会发臭，而且取出来再验，岂不是也很方便？戴尔斯，你太过分了你！我是得罪你了是吧？啊，你这么回我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冰窖是存冻肉的，可不是放死尸的。在荣枯酒店闹出这么大的命案啊，我生意被损失了多少啊？你们是存心要砸了我的买卖是怎么着啊？于大人，你可是……碧莲，好了，这案子没结之前呢，
就别做什么生意了。我看还是先顾眼前吧。这尸体就先放在冰窖里吧。大人，我说老板娘，这人肉也是肉，把它放进去不就成了冻肉了吗？抬走！快抬下去！你们都笑什么笑？哎呀，你们别把我的冰窖给搞乱了！好了，别笑了。本大人现在在审案呢。谷大厨，昨天大家都听见你要杀了康连成康正史，然后在后园中找到了你那把厨刀，老许已经查明，这就是杀人的凶器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赶快从实招来，康连成是不是你杀的？哎呀，大人，真是冤枉啊！那些话，昨天晚上我的确说过，那是一气之下胡乱说，不能作数啊。还有那厨刀的事情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啊！胡说！这厨刀就你用的最熟，这酒店谁有你那么大的力气可以把头颅割下来？哎呦，大人呐，您真是冤枉死我了！你听我说，等，我真是于大人，您好像也太急于把谷大厨定为凶手了吧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。果然啊，于大人，这是我们康国进贡大唐皇帝的精品，怎么能够到了你个六品右阶士的怀里？各位，据我所知，这些贡品都是由正史大人一人经手。于大人，您要不是出入皇宫无阻无碍的飞天大道的话，那恐怕你这件东西只能是从正史大人那里得来的，对吧？这东西是我昨天从一家黑店里面抄来的。哦，黑店抄，那可真是太巧了。是真的假的？我一个康国人在长安住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家店发现过我们康国的贡品。看来于大人碰巧一抄，就抄了这么一件精美的东西。又碰巧了，揣着它来到了荣枯酒店。又碰巧了，被更有可能持有这件东西的正史大人绊了个跟头。又碰巧正史大人的脑袋还掉了。又碰巧被你发现。你是说，有可能是我杀了康连成？这简直是荒唐嘛！我是右阶使，是专门查案的。你是说，有可能是我杀了康连成？这简直是荒唐嘛！我是右阶使，是专门查案的。我早就说过，昨天晚上出现在这间酒店里的所有人都有嫌疑，更何况自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。也许你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身份，以为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上你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你简直是诬陷！我为什么要杀他？也许你刚来的时候还没这个念头，可是这么精美的东西，谁见了都会喜欢。而且你知道，把它送到自己控制的黑店，能卖上个1-2千�min，恐怕就……于大人，您一年的官俸是50�min呢，还是100�min呢？你看看，这不明白了吗？这东西真的是我昨天抄来的，我正在着手查一桩私卖贡品的大案呐。那就请大人说说，这谁是嫌犯呢？我已经有线索了，不过结案之前，先不能告诉你们。原来又是碰巧了。既然咱们的于大人不愿意替自己澄清，恐怕不再适合坐在这儿主持查案了。说得好，大家伙听听，还是副使大人说的有道理，不然就让他上报亲5位，换一个跟这个事情没关系的大人吧。谷大厨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们看，这么匆匆忙忙的就把我定为凶手，说明他心里面肯定有鬼。来，说大人，哪儿都找过了，都没有啊。这哪里都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这个独孤仲平一到了关键时刻就指望不上。别着急，我再去找。去吧。
于大人，我家啊，这样，好，安静，啊，这个人呢，当然不是本大人所杀的了。不过既然副使大人提了出来，本大人理应避嫌，毕竟事关两国邦交的问题。啊，但这个凶案又发生在右近乌卫管界上，再往上推也是不妥。如果独孤先生在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不过他既然不在的话，正好有韦姑娘在，她是我们右近乌卫的干员，也是独孤先生的高足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也住在这荣枯酒店里面，对每个人都很熟悉。我看就由她来主持查案吧。哎，我看行。就于大人这人啊，你们也知道。是呀，他跟独孤先生有段时间了，也学了点本事，就让他来查吧。哎，等等，于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换这个女的？哎，副使大人，我已依照你的意思避嫌让位了。至于我们右近乌卫派谁来主持查案，我看你就不必操心了吧。各位，若昭才疏学浅，入行未久，但于大人既然把话说到这儿，若昭也就不再推辞了。特别是此案与各位干系重大，7天之后如果不能让副使大人带着一颗满意的头回去，朝廷恼怒起来，我们大家恐怕都会吃苦头。我说的对吧？是他说的对呀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我与各位在荣枯酒店相处了不少日子，总有一份情谊在，本人定当竭尽全力帮各位度过此关，也请各位不揣私见，竭力相助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对，配合，一定配合，配合你。哎，若昭妹妹，他们换你来查这个案子了。哎，那我可放心了，总算有个脑子清楚的人来了。大人英明。去。那好，现在我就开始了。既然没人自首，那我想，也许凶手真的不在我们这些人中间。哎，副使大人，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大家仔细的想一想，康连成这个人高大强壮，正当盛年，就算他喝醉了，要想杀死他，没有2个人，其中至少有1个是强壮的男子，是很难办到的。更何况，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声音。大家昨晚有没有听见很奇怪的声音呢？这个没有吧？就是说，杀人过程几乎没有声音，所以我们才没有及时发现。可见凶手下手既快又狠。我的意思是，也许主凶是个外人。昨天宴席结束，谁也没有离开过酒店，而且是老板娘亲手将大门落的锁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人不能潜入酒店杀人。院墙虽高，也不是不可翻越。酒宴过程中，大门落锁前，都可能有人偷偷的潜进来埋伏。对，说的在理。关键在于康正使是临时决定留宿的。以前他在荣枯闹得再晚，好像也不会留宿，因为他是外国使节，过房门无碍。而且当晚他到底住哪间房，也是碧莲姐酒宴后临时决定的。碧莲姐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在你楼上有一间房间空着，比较大，所以我就给他开了。你看，外人是不可能提前知道这些的。这就是说，就算案子是外人做的，我们当中也一定有1个人是内应，起码知情。所以破案的线索还是要从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中间查找。只要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内应，那么真正的凶手也就跑不了了。现在我要你们每一个人当众讲述一遍，昨天晚上从酒宴开始到于大人发现尸体之间的所作所为，有旁证的要尽量提及。于大人，那从你开始吧。
这个我带头也是应该的。大家要学我这样，老老实实、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，大概某时吧，天就要亮了，我就带着这件东西来荣枯酒店，因为我要找古大厨，让他长长眼啊。哦，我在门外敲门啊，敲了半天，好不容易俏俏就来开门了。进来一看，看到大厅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他们几个东倒西歪的睡在这里，看那酒杯里面还残余一些酒，我就知道你们昨天晚上肯定在这儿大闹了一场。我就往东边的楼梯去，准备上2楼古大厨的房间。哎，在楼梯口就碰上了去茅厕的阿德。于大人啊，哦，我去方便一下。怎么上1楼的茅房？哦，这儿近吗？不是。我上了2楼，走廊里很黑，我没看清楚脚下，结果呢就被绊了一跤。哦，我发现我手上沾了些黏黏糊糊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血，这才发现了尸体。这么说，你被尸体绊倒大叫之前是没有人看见了？哦，应该没有了。能看见我的，也应该发现的尸体啊。好吧，那下一个谁说啊？我先说。是这样啊，你们呢都怀疑我是吧？其实我呀最简单了，我什么都没干呢。昨天晚上我把羊烤好了，端出来给大家分。康连成这个死鬼，他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，还借酒撒疯，硬说我的羊烤的不好，是故意给他生日添堵。安的什么心？我气不过，和他吵了起来，说了几句过头的话。该死的！后来老板娘叫人把我拉走了，我就把厨刀放回了厨房。可是我这心里头仍觉得憋屈，我就拿了一壶啊那死鬼弄来的葡萄酒，到自己的房间去喝闷酒了。这酒喝完了，我也就醉了，隐隐约约听到下面还有这个吵闹声、音乐声。我知道这酒宴还没散呢，后来我就睡着了。我是被走廊里那乱乎劲儿给吵醒的。我推门出来一看大伙已经在围观那具无头尸了。你们都看到了？你说的这些有没有人能够证明？魏姑娘，您这话可不是难为我吗？我一个人在睡觉。再说平时你们这些美女也没有一个愿意亲近我呀，是吧？大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查案嘛，当然要问清楚了。没有人能证明，也可能说的就是谎话。你说谁撒谎？怎么，你又想行凶不成？好，那你说，昨天晚上你在哪儿？谁能给你证明？啊，让我听出一句谎话，你等着。我说就我说，昨晚我奉老板娘之命，好心好意的去扶那死鬼，他却无缘无故的踢了我一脚，我这心口到现在还疼呢。我情急之下，我是说了几句气话，你们也都听见了。可是你们看我这身量，怎么可能是那死鬼的对手？更别说杀他了呀。嘿，其实我哪敢抄什么家伙呀？只不过占个嘴上便宜嘛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也没好意思再回大厅，就去后园和回廊查了一遍门户。本来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儿，索性提前做了。在后园，我碰上过给野狗送食的韦姑娘，是吧，韦姑娘？是没错。你看，在1楼，我又碰上了从老板娘屋里出来的米娅，对吧，米娅？是这样的。老板娘让我去房间拿蜡烛。真烦人。那也没办法呀。干完了那些活我听到酒宴还没散呢，就又上了2楼。老板娘下午曾吩咐我给东手头间房里的旧柜子刷上漆，我就开始刷柜子。刷着刷着我就困了，就在房间里睡了，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。直到快早晨了，我起来解手，去2楼西头的茅房太远了，我就手下了东头的楼梯，去了1楼的茅房，对吧，于大人？哦，难怪我说你小子怎么上1楼的茅房去了。
于大人叫起来，我根本没听见。直到我回来，发现大家都纷纷的往楼上跑，才跟着上楼。这大家都看见了。等等，那昨晚凶案发生的时候，你是在走廊东头的房间睡觉？对呀。谁能证明啊？睡觉嘛，都睡着了，我知道谁能证明。那也有可能撒谎嘛，是不是？你总咬他干嘛呀？你认识他多少年了？他是个杀人的人吗？他先咬我的。哎呀，都别说了，咱们3个是结过义的，发过誓，遇上点事儿就互相咬，还有没有点情义啊你？我给阿德证明，昨天下午是我让他刷柜子的。你们现在可以去看看，那柜子是不是上了新漆？除了他，谁还能干这活啊？啊，韩捕头，去看看。好嘞，跟我来。好吧，我也说说我吧。昨天晚上我在这招呼大家喝酒，一直忙到酒宴散了，大家可都看见了。我把客人送到门口，和往常一样，亲手把大门给上了锁。然后我上2楼给康连成开好了房间，又下楼给副使大人也开了一间房间，然后嘱咐俏俏他们把2个人都扶到房间去，就回了我1楼自己的房间。我累极了，又喝了不少酒，回房间我就睡了。直到听到于大人的喊声，急忙出来上了楼。我看见于大人坐在地上，手上身上全溅了血，接着就看见了那无头尸，剩下的你们都看见了。没人头啊！哼，看来又是一个睡着了什么都没听见的。快！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刷的柜子。这回你看见了吧？啊，是。我来说吧，我嘛其实很简单。昨天晚上我们3个人一直给客人跳舞敬酒，我们也都喝了不少，大家都有些醉了。酒宴散了之后，我先是按碧莲姐说的扶副使大人去了他的房间，可是碧莲姐没告诉我具体是哪间房，或者是我也有些醉没听清楚。总之我把副使大人扶到楼上去了。后来是碰到了俏俏，俏俏告诉我副使大人的房间在楼下，我又把他扶了下去，是吧，副使大人？是这样。来，进来。然后我就回到了大厅，想收拾那些杯盘，可是大家都劝我明天再说，我们就一起玩了一会儿算筹，又喝了不少，结果我们就在大厅里睡着了。有人在楼上喊呢，走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互相证明。没错，我们也可以互相证明啊。是啊。我们也可以作证的。对啊，我们也可以互相证明。我们昨天在酒宴上一直在招呼客人，给大家添酒。后来碧莲姐让我送康连成大人到楼上给他开的那个房间，这个时候我就碰到米娅扶着副使大人也上来了。因为我记得碧莲姐说过给副使大人开的房间在楼下，我就提醒了他们。米娅说她当时有点糊涂了。我还记得副使大人那时候和正使大人开了一个很过分的玩笑。什么玩笑？这还要说吗？和这事不相干的。总之很过分就是了。要说相不相干只能由我来判断，快说吧。正使大人，幸亏我的房间在楼下，要不然我们俩弄出的动静可就吵着您睡不着觉了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了。后来我就回到楼下自己的房间，因为那天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我睡得也特别沉。直到我隐约听见有人在敲大门，大门锁的钥匙我也有一把，是碧莲姐给我的，
他说他不在的时候，由我负责锁门开门。哦，我睡了。所以我就起来给于大人开了门。哦，对，这个时候露露也听见了，她也出来了。我就跟她说，我去开吧。是这样的。副使大人，大家都说过了，是不是该您？我当然要说了，但我的话将证明你们当中有人在撒谎。不过我的话要留到最后说。哎，大家都说完了。那你呢，韦姑娘，韦捕头，你昨天晚上不也一直在酒店里吗？你说过我这个副使因为在场，不能脱离谋杀正史的嫌疑。那为什么你要例外呢？就因为你主动跳出来要求主持查案吗？哎，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韦姑娘是有惊无畏的人，我的手下。如果不是你让我避嫌的话，怎么会让她查这个案子呢？她一个年轻姑娘，她又不认识康连成，她杀她干什么呀？于大人，我只是想忠于我的职责，只想弄清正史大人是谁杀的，我没有想为难任何一个人的意思。而且呢，这正史大人喜欢和年轻姑娘瓜葛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呢，越是年轻姑娘，越得说清楚。好吧，副使大人，只要我说了，你就能说出很有用的线索。当然了。我昨晚的活动很简单，这种寿诞宴席可能对在座的各位来说已经参加过很多次，而我却是头一遭，所以不太习惯。只是跟着大家胡乱喝了几杯，但是并没有醉。这些胡人真是不可理喻。你不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快乐很容易吗？席间，我取了一些吃剩的肉食，给经常到后院来的我的那些狗狗们送去，然后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睡下了。直到听到门外的嘈杂声，我才匆匆跑出来，上了楼。副使大人，我说完了。那好，那我就说吧。我希望大家记住我说的每一个细节，你们拿我的话和其他人的对照，不难发现谎言和真凶的线索。昨天晚上呢，我确实是喝多了酒。酒宴散的时候，我醉了。那时我记得我被人扶到了2楼去，但那个人是不是米娅，我根本记不得。所以刚才俏俏说的那个不得体的玩笑，我也不记得是不是说过。后来呢，我又被扶到了1楼，迷迷糊糊地躺在了床上。但是半夜的时候我醒了。大家注意，我是被2楼发出的特殊声音吵醒的，就像这样，噔噔噔噔。当时我也没想明白这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没在意。可是现在真懊悔。这个声音正是凶手将康连成大人的尸体从房间里拖出来，脑袋在地面上蹦噔蹦噔的声音。后来呢，我是感到一阵饥饿，我有胃病，我去了厨房，在那儿我找到了那只没有吃完的烤羊。我喜欢吃羊头，所以我打算找把刀把羊头割下来拿回房间。可是我找遍了厨房，也没有看到那把所有人说已经放在厨房的那把厨刀。我没办法，只好用随身带的小刀一点一点费力地割着羊头。等我拎着羊头回来，我听到2楼传来匆匆跑过走廊的脚步声，然后是下西侧楼梯的声音。真是天意让不幸发生。我当时怎么会想到这声音有可能是凶手逃跑时发出的呢？我并没有在意。只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大家记住，我又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跑过楼道，又是往西侧楼梯那边跑去的。我怎么没听见啊？真的是有2个啊？不是有2个，是起码有2个。不止有2个。我只是很奇怪，这些声音把我一个喝醉的人都吵醒了，却居然只有我一个人提到。
你们可得好好查一查。啊，副使大人，你说的这些谁可以证明啊？这位捕头，你去我的房间找找，如果在里面能发现一个吃得干干净净的羊头骨，那就是我的证明。这能说明什么呀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这羊头骨哪里都有，这怎么得证明啊？副使大人，碧莲姐啊，你跟他们说说，按我们康国的方式，将一只羊头里里外外吃得干干净净，需要花多长时间？这个大概1个时辰吧。这就是了。如果你们不相信一个人在杀人之前或杀人之后有心情花上1个时辰吃一只羊头，那个羊头就是我清白的证明。韩捕头，去吧。韦姑娘，我有疑问想问问你，请你回答。你的房间是在康连成大人的房间的下面，对吧？对。而我的房间在你隔壁。我一个醉酒的人都被楼上的声音给吵醒了，那你就真的什么都没听见？我就是没听见嘛。哦，你睡得很熟是吧？啊？这种可能也不能说没有，只不过如果我对你说这样的话，你会相信吗？这于大人，你们金吾卫如何查案子我管不了，我只是想提醒所有人一句，如果韦姑娘想要找个什么理由出酒店查案的话，万一她不回来了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你们都担不起这个后果，只有我没有干系。哎，韦姑娘，要不你就表个态，事情不查清楚，绝不离开这个酒店。这样呢，我们大家也好安心呢，对吧？哎呀，什么话呀！连若昭妹妹说话你也不相信了？哎呀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这事怨我吗？啊，就因为我那把破刀，这全都冲我来。万一真凶要是从咱们酒店逃跑了，这还不头一个把我抓起来顶罪呀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坐下吧，坐下。哎，好了，要不就别吵，别吵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。可如果查案子需要出酒店，那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他这个又不相信，那个又怀疑，那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你说？好吧。于大人，你可不够朋友啊！怎么把我给忘了？这人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是谁？等我查清了这个案子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至于我怎么进来的嘛，凶手怎么进来的，我就怎么进来的。他很厉害的，什么守卫啊、围墙啊，都拦不住他。而他呢，也是帮我的右金吾卫办差事的。哎，修一老弟，不是我忘了你，只是这案子来得太突然，所以我呢，我明白，于大人，因为你是第一个发现尸首的，所以你有嫌疑，不方便查这个案子，也不能离开酒店，是吧？你这些都知道了？还是这些人啊，太不了解你了。像你这样一个精明的官场小爬虫，怎么会为一个值钱的香炉把正史给杀了？你看看，就算这个东西值个1两千冕，甚至是5000、1万冕，那跟于大人每年的各种进项相比，那就是9牛1毛啊！于大人怕老夫不好意思替自己辩解，我就替他说了。你一定是早就来了。哟，还是韦姑娘了解我，或者说，你早知道今天我一定会来找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我之前请韦姑娘帮我看住一个人，可昨天晚上我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这个人骑马出了城，所以他今天一定知道我会来找他问个明白。他不是跑，是去上坟，马上回来。先别着急为他辩解，当心对你不利，言多必失。好了，这事跟大家无关。他想管这事儿啊？既然我来了，我就会先急人所难，帮大家把眼下这个有意思的案子给办了。
啊，金无畏的兄弟们都知道，我跟他的师傅一向不和，韦姑娘因此也对我没什么好脸色，所以我跟他绝对不会勾结。他要是出去查案，我可以帮你们看住韦姑娘，怎么样？韦姑娘，你怎么看？我眼下也只好如此了，查案要紧。哎，对了，那就太好了，就这么办，让他们俩一起来查这个案子，凡事呢都同出同进啊，我们大家都要配合，谁要含糊谁就是凶犯，怎么样？这也行。最好，你要使出你全部的手段，你只有7天，而且第1天马上就要过完了。天黑了好啊，天黑了正好可以把这里恢复到昨天的原貌。我跟你说，老板娘，我不管。老板娘，不是我干的，把灯都点上吧。昨天不也是这样吗？啊？可惜昨天在为这个人庆生，今天就要查他脑袋为什么没了。韦姑娘分析的不错，凶犯确实不止一个人。而且副使大人不也听见了起码2个人跑过走廊下楼梯了吗？而韦姑娘，你让这些人只说出自己当时在干什么，就太仁慈了。虽然说瞎话，也可能出现漏洞。我不光听他们说，我还在找线索。那你找到了吗？还需要再等一会儿，我相信会有的。那好。既然你没找到线索，不如先用我的方法试一试。咱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，我相信很快就会让这个凶手露出破绽。怎么玩？我先按照我的方法，假设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可能参与杀害康连成的过程。如果谁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这样干，那谁就有嫌疑。可以说，甚至就是凶犯。当然了，谁要是不玩这个游戏，那嫌疑就会更大。没有人应声，那就代表大家都默许了，是吧？那好，游戏开始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于大人他已经被我排除在外。哦，修一老弟果然好眼力啊！多谢于大人夸奖。郭大厨，大家一开始都怀疑你，你也确实无法证明，在康连成被杀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在房间睡觉。啊，还有，副使大人他也曾经说过，当他去厨房取那个羊头的时候，已经发现那把厨刀不见了。那我们暂且相信副使大人说的是真的。那么现在最有可能把那把厨刀拿走的人，就是古大厨了。哎，先别着急为自己辩解，一会儿你有机会。但是诸位，别忘了，凶手不是一个人。虽然说古大厨他身强力壮，也许能对付喝醉的康连成，可他还需要一个帮手。阿德，我们听说你跟古大厨和老板娘开这家酒店之前就已经是朋友了，是吗？可是偏巧你昨晚上睡在了别的房间，你们俩不能互相证明了。而今天你们又从一开始就互相咬，显得很对立的样子。你卖我呀！众位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2位昔日的朋友突然反目，也许你们是想用这种方法来掩饰，这让我反而相信你们俩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凶犯。哎，别走，抓住他！不是我，哎，阿德，先别着急，我刚才说过了，等我说完。在我没说完之前，先都不要做出一副被冤枉的样子。只有有力的证据，才能为自己辩白，哪怕它是一具被啃过的羊头。
你们完全有时间在后厨策划一个方案。你们设计好了，古大厨拿着厨刀回到他的房间等在那里，而阿德你故意巡视一遍门户，让别人看到你。然后你候在2楼最东首的空房内，酒宴散了，俏俏扶着醉得不省人事的康连成来到2楼碧莲开好的那间客房内。你看清楚了，等俏俏离开，摸了进去，用绳子将已经在床上熟睡的康连成像捆猪般牢牢地捆住。然后你去叫来了古大厨，由他动手杀了康连成。杀了人之后，你们多少有点害怕，想把人抬出去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了。快呀！但是你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死人，尤其是康连成这样的大个子，太重了。康国人认为，人死之后，面目如果不能马上遮蔽，灵魂就会四处游荡。没错，没错。而古大厨，你多少是因为心理恐惧，才会这么做。然后你们一前一后的下了楼，去后园埋了那个人头。所以副使大人听见了2个人下楼的声音。这之后，你们约好明天如果事发，就假装互相怀疑，因为你们俩太要好了，如果互相给对方证明，反而可疑。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儿。我跟阿德呀，以前是干过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可是我们2个从来没有杀过人呢。我要是杀了人，我才没那么好心呢，还把他头割下来替他埋了，我早跑了。就是啊，这不算是辩解，你们别认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。我要的是证据，证明你们俩没有杀人的证据，你们有吗？哎，没用的东西，给我坐下。你们看什么看呢？这2个人跟我10年了，我证明他们没杀人的胆儿。你不能证明，因为没有人替你证明。我正要说你，你也有可能杀了康连成。我杀他干嘛？为情。像你这么一位多情的老板娘，应该算是长安康国人中的第1美人了吧？而我听说那个康连成也是长安康国人中最英俊的。要说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，谁信呢？哎呀，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哎，过去了，早过去了。旧情才是最难忘的。哎呦，这还真不知道。虽说你们风流1度之后，各自又有了无数情人，可是也许突然有一天，你想要个归宿，毕竟你的岁数也不小了，可能想落叶归根，回到遥远的故乡去。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还是家乡的男人更可靠。而突然间有个曾经深爱的老情人就将回国，他也许胡乱的顺嘴应过你，你当真了，可后来你得知他要带走的并不是你。这时候你的仇恨远远不只是妒忌而已，他好像把你的归乡梦都给毁了。于是你不动声色，继续安排给他过生日，暗地里你早就计划好一场完美的谋杀案。你没有想过从店里找帮手，因为只要你愿意的话，半个长安的男人都听你调遣，你完全有能力找到一个像我一样能够翻墙入室的高手，替你完成这场谋杀。我想，这个杀手在酒宴开始之前，就已经藏在你的房间里了，那里旁人是不能进的。米呀，酒宴中我让你去我房间拿过蜡烛，你告诉他，你看见杀人犯了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能肯定没人？我能肯定啊。那好，我们换一种假设，也许这个人就躲在你给康连成开的那个房间里，因为只有你有钥匙，而且没有人会想到那里面早就有人了。当俏俏扶着康连成进来的时候，这杀手只要躲在暗处就可以了。然后等俏俏出去，他就走了出来。
用自带的凶器杀了康连成。这时候，你从厨房拿了古大厨的厨刀，来到了2楼。为了掩饰杀人的重罪，你昧着良心栽赃自己多年的好兄弟。你让秦人用这把刀砍下了康连成的头，原因嘛，跟古大厨一样，你也是康国人。相信什么面目朝天、鬼魂游荡之类的说法，哼，有时候爱和恨是很难分清楚的。一个死了的康连成再也不能背叛你了，而你完全占有了他。准确的说，是拥有了康连成的爱。你并没有选择把他的头埋起来，而是把它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，里面撒上了防腐的石灰，准备在你离开长安的时候一起带回故乡。你用这种方法满足了自己和他一起回家的愿望。故事编得太好了，可我想不明白，我留那颗人头干嘛呀？啊，真是！我不把它扔了，我还把它放在一盒里，还不让它烂，还把它放在我酒店里啊！然后我这生意要不要做了？这不算是辩解。老板娘杀没杀人我不知道，但是她绝对不会栽赃我的，我心里很清楚。说得好。那好，就算他没有故意栽赃你，而是他请来的杀手觉得自己带的凶器不合手，割不下人头，所以才到厨房取了你的厨刀。老许，杀手有没有可能先用另一把刀割断了康连成的气管，再用这把刀切下了他的脑袋？当然可能有，那头都没了，我怎么搞得清楚啊？好，你不了解碧莲姐，她不会为了情去杀康连成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女人，你自以为很懂得女人，其实你对女人一点都不了解。像碧莲姐这样的，不会为男人烦恼太久，更不会把自己搭进去。还是若昭妹妹最了解我，我就是嘴笨，多亏你替我说出来的，否则这些没良心的臭男人还以为我会为他们要死要活的。哼，自作多情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女人，我能感觉到。那你呢？你会不会为一个男人烦恼，甚至于把自己搭进去？你们不觉得今天这屋里少了一个人吗？谁呀？谁呀？是独孤先生吗？是独孤谁呀？对，就是独孤仲平。我一直以为是韦姑娘情迷心窍，眼看她做的另一桩案子要败露了，就帮助她逃走了。现在看来这事更复杂。为什么韦姑娘一上来就提出说凶犯很可能是内外勾结？因为她和她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。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不在场的人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帮助我师傅杀了康连成，那我师傅为什么要杀他呀？为钱。独孤仲平知道康连成刚进项了一大笔，所以决定把这笔钱拿过来，作为逃跑的路费。所以，他才精心策划了这场谋杀。而他的乖徒弟只不过是被他利用的棋子罢了。他不是没有带上你吗？真是容可先生，这可能吗？你们都不要听李秀一的，他在胡说八道。我师傅真的是去上坟，他马上回来。他早就回来过了，就是在昨晚。而韦姑娘拿到后院的吃食，并不是为她那些野狗朋友的，而是给她师傅独孤仲平填饱肚子用的。酒宴结束之后，他按照他师傅的吩咐，看着康连成被扶进了2楼的房间，于是去独孤仲平那间阁楼向后园里的他发出了信号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
独孤仲平的房间的窗户正好对着后园。这一对师徒悄悄地摸进了康连成的房间。独孤仲平却对韦姑娘说：“去厨房取了古大厨的厨刀来行凶，是一个栽赃的好办法。”于是天真的韦姑娘就去了。而这个时候，独孤仲平从康连成身上摸出了所有的钱，塞进了自己怀里。这是他白天和康连成下棋的时候就看好了的，他并没有打算跟任何人分享，包括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做的乖徒弟。于是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康连成，独孤仲平又让韦姑娘帮他把尸体拖到走廊中，然后割下康连成的头带走了。而韦姑娘匆匆下楼回到她的房间，她一直在参与行凶杀人，这就是为什么她没有提及楼上发出的声音，她确实没有听到，直到于大人叫起来，她才装作刚刚惊醒，从房间里跑了出来。等等，就算他们俩合谋杀了康连成，可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康国人，为什么要割下康连成的头呢？